听说韩剧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，表面上看起来越恩爱的夫妻，结局通常都很悲惨。顶尖离婚律师车恩京就是个例子，她是家庭和事业双丰收的代表，甚至还被誉为过去10年韩国最成功的女性之一。但在一个普通的夜晚，她的丈夫被一个新来的实习生撞见了丑事。秉持知道的越多危险越大的原则，实习生赶紧逃离了现场。刚出门就碰上了恩京，四目相对的那一刻，实习生意识到自己的职业生涯可能就此结束。虽然他是以面试第1的成绩被录取的，但自从被分到恩京团队，他就一直感到很迷茫，因为他最讨厌处理离婚案件。这全都是因为恩京。他大学时就认识恩京，这段经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阴影。从那以后就开始厌恶离婚律师，甚至还怀疑公司是否把职位搞错了。直到同事拿出录用通知书，他才死心。与此同时，恩京的上司正劝他不要太苛刻，因为这个月他们部门已经有3个新人离职了。看着固执的恩京，宇镇几乎是哀求他留下佑利，否则真的难以向上级交代。最终2人还是见面了，但佑利的第一句话就是询问自己是否被分错了部门，怎样才能调到其他部门。他甚至直接问恩京，是不是因为大学时的演讲才故意把自己安排到这个部门。面对他的质问，恩京并没有生气，反倒是答应了他，只要他能连赢10场官司，就帮他调换部门。听到这话，佑利立刻露出了无奈的表情，因为对一个实习生而言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。看到佑利失望的样子，恩京赶忙转换了话题，对律师而言，时间就是一切。说罢他便起身离开，这也标志着佑利正式被录用。但佑利当时还没反应过来，直到恩京走后，他才意识到自己竟然成了一名离婚律师，而且还是在这位女魔头手下。更糟糕的是接下来的事，因为他第1天上班就被分配了60个案件，而且明天就要开庭。佑利刚想抗议，但当事人已经带着儿子来到了。看着这位男士，恩京立刻开始了分析。尽管他的分析有理有据，但佑利仍旧保留意见。他认为不能只看表面。很快他的看法就被推翻，因为起诉他的正是外人。对于这种说法，男人强烈否认，并强调了自己对妻子的忠诚。对他的单方面说法，佑利自然是不会相信的，所以他只好解释妻子有妄想症，经常冲到公司大吵大闹，还让儿子来证实。虽然儿子有些不情愿，但最终还是支持了父亲的话。他透露妈妈常让他偷看爸爸的手机，还要他时时给爸爸发定位。即便如此，他却不想和妻子离婚，他总是以好丈夫自居。这番话竟然说服了佑利，佑利立刻承诺帮他驳回诉讼，这让恩京气得大发雷霆。面对老板的斥责，佑利却毫不买账，他反驳说这个男人没有出轨，而且他是个情深的好男人。听佑利这么说，恩京觉得很可笑。他告诉佑利，出轨的男人总是说自己的妻子多疑，这是他们的常用伎俩。但佑利就是不信，因为他觉得他们的儿子不会撒谎。佑利对这番话感到困惑，但他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。很快开庭日就到了，面对原告的控诉，佑利直接表示反对。他还向法官展示了原告有疑心病的证据。佑利滔滔不绝地辩护时，对方律师突然展示了出轨的证据。看到这些露骨的对话，佑利如遭雷击。这还是他处理的第1个案件，尽管师傅反对，他还是坚信自己的委托人。虽然后悔不已，但作为一个专业的律师，他仍然硬着头皮继续辩护，坚称对方有多疑症，甚至说那些证据是伪造的。这番话一出，立刻激怒了对方及其家人。看到现场一片混乱，这案子只能改天再审了。可佑利刚走出门，就被对方家人围住了。他们不仅责怪他不辨是非，还说他因为和那男的关系不寻常才帮忙辩护。面对众人的指责，他不敢反驳，因为他自己也觉得这次可能真的搞错了。无助的他只能躲到卫生间里难过。这时候侮辱声又传了过来，看到失落的佑利，恩京安慰他，渣男都这样，与其自怨自艾，不如让他承认出轨，并同意和解离婚。但这也意味着佑利的第1场官司就这样输了，所以他心里还是很不甘心。佑利回到公司之后，那渣男不要脸的跑来，看着他虚伪的面孔，佑利一下子就火了。他把聊天记录甩了出来。面对佑利的追问，渣男还是不承认出轨，反而说佑利作为他的辩护律师竟然不信任他。这番话让佑利气得不行，接下来的话更加无耻，只是吃了个晚饭而已。这回答让佑利气笑了，毕竟谁吃饭还嘚瑟嘚瑟的。但佑利没打算就此放过他，果不其然，没有最无耻，只有更无耻。看着他一本正经的解释，佑利都觉得生无可恋了。但好奇心驱使他还是忍不住问了最后一个问题。面对眼前的男人，佑利突然生出了杀意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的第1案件竟然会遇到这么极品的对手。当佑利把男人的狡辩告诉恩京时，恩京笑得几乎窒息，甚至开玩笑让佑利用这套辩护。但此刻的佑利根本不想为他辩护，恩京却劝他继续坚持，
说如果赢了可以更快调换部门。佑利却感觉这是在撒谎，觉得这不对。恩京态度的突变让佑利更加困惑，因为他之前并没有这么说。尽管如此，佑利还是接受了恩京的建议。果不其然，当听众听到渣男的辩词时，全场爆发出大笑，连法官都快忍不住笑出声。就在这时，佑利提出了一份录音证据，正是昨天对方在卫生间中辱骂的录音。这份证据恰好证明对方有疑心病，对方律师却认为这种偷录是非法的，不能作为证据。但佑利已经预料到了这一点，他提前准备了应对策略。这样一来，佑利成为了对话者，录音就不违法了。对方律师又辩称，只有最初就在场的第三人才能算。作为对话者，佑利早有准备。最后，他又拿出了证据证实对方母亲的疑心病。毫无疑问，在佑利的精心策划下赢得了胜利。但佑利对这场首胜却并不开心，尤其是在停车场的情形，看到那个歇斯底里的妻子，他感到更多的是自责。想起那个痛苦无助的妻子，他完全感受不到胜利的快乐，取而代之的全是深深的懊悔和自责。胜诉的通知很快就送来了，他拨通了委托人的电话，接电话的却是另一个女人，这让妻子的话更有了凭据，也使得佑利更加厌恶这份工作。他开始讨厌做离婚律师，于是他那天晚上就去了公司，准备写下辞职信。但在犹豫时，突然想起一个同事曾经说过，16楼有一个可以放松身心的房间，在迷茫时可以去那里放松。于是他就像被鬼迷心窍一样来到了16楼。就在他推开门的那一刻，一阵轻柔的音乐声飘来。虽然他已经预感到不会有什么好事，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他还是一步步向前走去。与此同时，恩京发现他去了16楼，也跟了上去。尽管已经预料到室内会是什么情况，但亲眼所见还是让他吃了一惊。当那个男人露脸时，他吓得马上捂住了嘴，因为那人竟然是恩京的丈夫。虽然他心惊胆战，但还保持着理智。他赶快小心翼翼地逃离了现场，毕竟知道的越多，危险越大。但此刻的他还不知道，更大的惊吓正等着他。面前是他敬重的上司，身后则是那个不守妇道的丈夫。只要佑利稍微提个醒，恩京马上就能当场抓住。但经过片刻思考，佑利还是选择了先不说。他故意大声跟恩京打招呼，实际上是提醒屋里的人。然后在他故作马虎的掩护下，恩京和他一起离开了现场。事后佑利一直心情不佳，觉得自己辜负了恩京。几天后，经过内心的挣扎，他决定去找同事商量，因为他认为这样能帮朋友避免损失，早点摆脱麻烦是最好的。虽然佑利觉得同事说的有道理，但他还是犹豫不决。不过奇怪的是，从那晚之后，恩京对佑利的态度完全改变，不论大小案件都要带上他，甚至在工作上无所不教。这天，他们接到一个60亿遗产案，他的第一反应是叫上佑利，这让一旁的助理很不高兴，因为案件金额越大，律师费自然也就越高。很快他们就见到了原告，原告是老同学关系，被告是他们的配偶，两家关系一直很好，几乎每周都会一起去露营，他们的孩子也玩得很好。但这一切因一个巴掌一而结束。这周他们像往常一样去露营，但俊熙的车暖气坏了，于是明真的老公建议大家挤在他的车里过夜。考虑到孩子可能会冻，两家人就挤进了一辆车。可是半夜明真醒来发现老公不在，巧合的是俊熙的妻子也消失了。他赶紧下车去找，刚踏出车门就听到了声音，声音是从旁边的车传来的。他缓缓靠近，车里的声音变得越来越熟悉。突然车窗上出现了一个清晰的手印，透过车窗他终于看清楚了车里的人，竟然是自己的丈夫和俊熙的妻子。看着车里亲热的两人，他突然回想起这种手印以前也出现过在自己的车上。他一下子明白了一切，但更痛苦的是要不要把这事告诉俊熙。自己都这么难受，怎么能让朋友也受同样的痛苦？这些想法重重地击中了佑利的心。他又想起了恩京的丈夫，心里的矛盾再次涌上心头。恩京对佑利的态度也引起了同事们的注意。原来那晚他回公司是因为看到了佑利的特质，他这样做全是为了留住佑利。第二天，佑利终于鼓起勇气准备跟恩京坦白，话还没开口就被恩京打断了。恩京说等这个案子结束后再说。佑利只好作罢。但这个案子进展的并不顺利。被告是国会议员的儿子，他的身价高得难以估量，开口就要20亿，只要能保住孩子和真爱。这话一出，金俊熙立刻激动起来，这意味着他不只是失去妻子，连儿子也要被夺走，他怎么也不能接受这一点。而金明珍看起来却异常冷静，看着妻子的反应，丈夫又提高了赌注，他承诺会把孩子送到韩国最顶尖的学校，这个筹码显然很有效。金明珍显然被动摇了，但佑利却非常愤怒，他觉得这无异于卖孩子。恩京却认为他太天真，他认为这才是真正为孩子好，指的是那些我们都上不起的学校。果然金恩珍选择了20亿。你真的要用孩子换钱吗？
这话听起来太过激，但金恩珍并不介意。她说自己的孩子从小就穿戴用的都是最好的，上的也是顶级学校，这些她自己都负担不起。恩金很赞同她的选择，她解释说只是放弃了抚养权，并没有放弃做母亲的权利，仍然可以好好爱孩子。佑丽认为这会让孩子以为妈妈抛弃了他们。这话一出，立刻招来了恩金的斥责，他要求佑丽马上向当事人道歉。佑丽也意识到自己过于激动，赶忙道了歉。很快就到了调解日，金明珍最终的同意在意料之中，但一直坚决反对的金俊熙竟然也同意了，这让佑丽非常震惊。原来这都是恩金的功劳。调解前，他特地去询问了金俊熙的儿子，虽然这让他非常伤心，最终还是选择了成全，但最后还是没忍住，哭着要求妻子好好带孩子，别让孩子知道真相，就说自己出远门挣钱去了，所以不能常回家，千万别让孩子知道是因为妈妈。看着他们痛哭的样子，佑丽的思绪飘回了过去，原来他爸也犯过同样的错，最后甚至离开了他和他妈。这案子让他特别有感触。看着情绪低落的佑丽，恩金说这才是真正的胜利。表面上孩子被带走了，其实是暂时由代为照看，妈妈用这笔钱过得更好，等爸爸忙完了，孩子还是会回到妈妈身边，时间长了孩子肯定选妈妈。但佑丽还在担心抚养权，恩金却说那都是小事。这话让佑丽顿时明白了，这样不仅妈妈有了钱，还能悄悄把孩子带回来。恩金的这番话让他在佑丽心里的地位直线上升。接着他直接带佑丽去了奢侈品店。他还记得佑丽曾因为一个包被羞辱，看着手里的包，佑丽更犹豫了，要不要告诉他真相。就在这时，恩金的助理引起了他的注意，准确的说是他的裙子，因为那晚的女人穿的是同样的裙子。他马上去了监控室，用恩金的名义查看了当天的监控，果然那女人就是恩金的助理。经过深思熟虑，他终于打了恩金的电话。没想到的是，当恩金听到真相时，他异常的冷静。他早知道那人是崔莎拉，